好，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到是未來的戰場，當然無人機非常的重要，而中國現在打造的就是體系化的這種無人機的攻防閉環。等一下我們會來看到特別的幾款武器，當中包括了有這種卡車式的電磁彈射，它可以隨停隨射。另外，等一下也會來看到的是百架的蜂群，可以在3秒鐘就發射1枚哦。再來就是呢，反無人機的黑科技利劍、雷射可以做到4秒擊殺。今天就這3個武器會一起來做深入的一個解析。好，未來的戰場越來越像科幻影片了。今天特別來看到3個武器，都是中國大陸這邊呢最新的發布。第一個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The War Zone 美國的軍文網站特別發布的，說大陸啊現在有一個最新的卡車式的電磁彈射的系統。接下來呢，這個無人機不像在過去，你是需要這種跑道啊，還有發射架跟這個固定的基地的，這樣子做，其實你很容易被發現到，就被擊毀。他現在說呢，它可以放在卡車上面，快速的做拼接、機動的部署，而且呢，隨時停下來之後，你就可以做發射。無人機變成這種發射點，成為了移動式的一個蜂巢，可以大規模的進行一個攻擊。第二款的系統，我們要來看到這個是無人機的第一款，第二個是阿特拉斯的蜂群作戰系統。好，它主要是呢蜂群2號的陸戰車、指控車跟這個保障車，可以讓近100架的無人機形成一個密集的編隊之後，進行這種自主識別、協同圖防做精準打擊。好，重點來了，這個100架的蜂群可以3秒一發，並且呢，它還可以先干擾再圖防，最後做精準的獵殺。最大的優點就是它的成本非常的低，可以做這種高密度的無人機的飽和攻擊。這是第2款大陸的無人機系統的一個攻擊體系。第3個，今天要來看到就是這個航母9天了，可以攜帶的是這種重型的飛彈，而且它在空中呢，因為這邊它可以在這邊釋放出大量的小型無人機或者是制空的彈藥，被視為是威脅力非常的大。好，3種武器，這種鋪天蓋地的無人機攻勢，美軍有辦法守得住嗎？再來就是說，這個卡車式的無人機攻擊到底威脅又有多大？李將軍怎麼看？首先我覺得中國很多東西真的在科技上面有很多的黑的科技像這個電磁彈射系統，還有我們等一下會討論到的利劍單兵雷射的反無人機，這2種系統都是需要大量的電力。那需要大量電力來講的話，以前你必須要用船隻這種大的載體才能夠發出這麼大的電量。比如說是我們講電磁彈射，現在這個要在福建號的航母上面才有這個能力，才將飛機彈射出去嘛。那我們現在很訝異的，為什麼可以在這種卡車上面就可以彈射飛機出去？它力量，它有那麼大的電力嗎？那確實是在這方面，中國確實有它黑科技。那這種電磁彈射無人機，我相信這個就不是跟伊朗的那種這個卡車所攜帶的無人機，這個劍聖者136，那差別就很大了，那是不同等級的。為什麼劍聖者136它也是無人機，可是它一個發射架上面有好幾架，一架一架發射出去。那我相信它既然用電磁彈射，代表這架無人機的載重是比較大的，體積也比較大，所以它可以用電磁彈射。那電磁彈射好處是說你找不到它源頭。我們都知道，美國現在它在武器上面要發展很多的所謂的導彈，包括到戰斧行星巡弋導彈暗鷹無人導彈甚至於 AGM-158空射型的導彈，都希望能夠做源頭打擊。就是我發現你陣地之後，我將你擊毀。可是像這種卡車走的你就找不到它源頭。它這邊發射完以後，它立刻就變換陣地，到另外一個地方它又發射出去。那最可怕的是，這3秒鐘發射一架，它可以同時發射。它有三架的這種陸戰車就是3架車子，然後有一架是指揮車，有一輛保障車，保障車就是後勤維修這整備的這車輛，整個為一個 team 一個工作。那一次出去，如果說是3架一起發射，可以到90幾架。你知道這90幾架不是個別攻擊，它是互相會。它用 AI 系統互相會搭配協調，前面第一波的是負責偵察，第2波的負責指揮，第3波的是做自殺攻擊。那你防不勝防。那如果像9天這種的話，一次它可以攜帶100架的所謂我們講制空炸彈，也就是游蕩彈藥了。它飛行在空中，它無人機飛行在空中，它發現到目標以後，一個指令下去後，它全部都下去。我們看到，我們不要講說是這種打仗用的無人機，
它的 AI 控制系統有多強。我們光看我們平常的时候，過年過節的时候，那無人機表演变換隊形所有的这種在空中，不管是所有花案、所有顏色、所有燈光都可以變換。那你想想看，如果像這種武器用在戰時的時候，它有多可怕？它第一波就把你的所有防空導彈消耗掉了，第二波再對你攻擊那以後的戰場確實是無人機改變整個戰爭的規則。以前來講的話可能這個美軍可能它技術上面會有領先，譬如它愛國者非常的精準，可以擊中遠端的這種導彈。可是現在來講的話，從伊朗這次的戰爭，我們看到這個有時候這技術高端不是戰爭決勝的關鍵，而是量反而是一個很大一個關鍵。那這是伊朗，它不就是它普通的見證者136可以把美國打得一塌糊塗的，包括美國在波安的所有基地到時候都遭受到攻擊。那現在如果說中國有這種電池式的無人機，有這種9天無人機，我想這個它的技術一定更領先伊朗。那對美國來講的話，如果中美發生軍事衝突，那美國有了苦頭吃了。好，那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賴老師又怎麼看？另外是說，這個要打美國的航母，如果說再加上中國大陸的這些無人機技術，再加上長鷹8，對於美國航母的威脅又會有多大？那賴老師怎麼看？基本上美國已經承認中國大陸已經完全有能力建立起區域拒止的能力那也就是說，所有的航母進入2500公里左右他們基本上沒有倖存的可能性。這是赫格塞斯在公開演講裡面他直接講出來的。也就是說，美國把所有的航母戰鬥群都壓進來，那麼只要靠近中國的海岸線2500公里，它基本上都會被中國大陸整個摧毀。這個摧毀的方式裡面，除了用各類型的這種地對艦、空對艦、海對艦的這個導彈以外，它本身也包括了各類型的無人機的一個攻擊。中國大陸的無人機的發展本來在全世界它就是領先的，而且是獨步的。你看看現在全世界哪一個國家不用大疆？所以大陸的民用的無人機跟軍用無人機，它軍民兩用是相互支援、相互融合的。現在很多人又忽略了一個問題，就在於說大陸的低空經濟是正在如火如荼的發展中。很多的省份都已經在發展它的低空經濟。這個低空經濟，也就是說，它是屬於這種垂直升降的的這種多旋翼的這樣的一個發展中，在1公里左右的高空，在1公里的低空，在這個地方來進行，而且它本身的載彈量、吸重物資的能量是很巨大的，速度又非常的快。他們打算把它用在改善解決人的生活的問題，也就是交通的問題，甚至包括物流的問題，包括我們已經看到，我親眼看到過，我也到過他們的這種低空經濟的公司、企業、科學園區去參觀，不得了的，他們的載彈量很大，他們的載重量很大。那他們已經用在山頂上的這些建築物的材料的運送，所以農村裡面有太多人都用無人機，甚至用這種低空的，它可以有人機跟無人機都可以搭配的這樣的一種運行。那各位想想，以中國大陸發展這麼成熟，民間的企業這麼成熟，那軍方的企業是又領先一大截的，所以美國的航母跟美國在中國大陸周邊的任何軍事基地，怎麼有存活的可能性？不管是航母移動的，甚至在於日本、朝鮮、韓國或者是在菲律賓，所有的島嶼的美國的軍事基地，其實都是在中國大陸無人機各類型無人機的有效的攻擊跟打擊範圍內，你根本無法攔截嘛。你航母的導彈，你說100-200枚防空導彈，但是我給你1000架的無人機，你攔截得下去嗎？根本攔截不到嘛，因為你的防空導彈都打完了，你用機槍掃射也沒有用，你還是要挨到攻擊。所以我覺得這個戰爭，其實我覺得烏克蘭的專家看得很明白了，沒有勝算了。好，我們看剛剛介紹的都是在中國大陸這種攻擊型無人機哦，我們看到了3款的黑科技。那我們也來看到說，不只是這種攻擊型的無人機，還有呢要會打下無人機的系統，中國大陸這邊也有哦。所以我們今天來看到的這款是叫做利劍的單兵雷射反無人機的武器。大家會覺得說，是不是在科幻
幻電影裡面才會出現，但事實上是現實也有啊。這套系統我們帶觀眾朋友也稍微來看一下它的小檔案，因為呢它非常的輕，只有25公斤，代表說這個單兵它是可以帶着它扛着它走的。那有效的射程達到了500公尺，重點是鎖定目標之後4秒內它就可以摧毀，直接燒掉無人機，而且呢它燒掉這個無人機之後，冷卻時間只要再花5秒就可以繼續的作戰。所以過去的雷射武器放在這種重型的軍艦啊、裝甲車固定基地上面，現在不一樣了，它是可以單兵的，放在身上，跟着步兵一起向前走。聶老師怎麼看這個威脅性？有矛就有盾，能夠攻就要能夠守哈。那之前不久就想到無人機的發展之後，中國就做出了非常多的雷射反制，整片反無人機、末端反導等等。當然，它有蜂群進攻，甚至有龐大無人機的進攻的產能。但重點是防真的非常重要。現在這個是一個，我覺得又是一種算黑科技吧。哈爾濱的星光光電科技公司呢，創造出一個可攜式portable， 可以帶着走啊，背包型的這個叫做雷射反無人機的系統啊，不得了，25公斤而已啊！你不要25公斤對我們來講沒什麼啦，背個背包我也可以。我們在當兵的時候不是單兵作戰嗎？以前拿着迫擊炮，現在你背個反無人機的炮筒就夠了。我覺得它很重要，它裡面讓你能夠單兵作戰，裡面有最少3大特色。第一個，它非常輕，也就是所謂的輕量可攜啊。我剛剛講的嘛，可攜背包型，只有25公斤，那你可以達到單兵作戰的效果。而且最重要，這個單兵效果就可以隨時機動，機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第二個呢，就打擊的效能非常強，達到500公尺。請問500公尺，你現在站在這邊看500公尺，你看得到嗎？你跑100公尺都要跑10幾秒唄，快的話，我跟你講500公尺不短我跟你講，一個這樣子25公尺達到500公尺。最重要的是它的打擊效能，是它可以精準射擊，鎖定目標，這才重要。它4秒鐘就把你燒掉，而且5秒鐘繼續打。我跟你講，這個厲害了哈。最後一個，它實戰部署，你說它貴嗎？也不貴。當然，這樣的一個黑科技，當然要有點價格，它200萬人民幣。當然台灣也要這個台幣大概900多萬了哈。不管怎麼說，你買一個法拉利還便宜。反正這個東西因為在戰爭裡面非常的需要，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出現不得了。當你反觀美國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你會發現現在很多黑科技中國起來，美國都在學哦。2年前我看到 Hexsight 當時國防部改戰爭部的時候，現在就改回國防部嘛。他當時在五角大廈拿那個無人機，就跟我們說我們要發展無人機。